如果你以为《权力的游戏》已经够野蛮了，蛙眼、绝后、红色婚礼、龙母屠城，看得气儿都喘不过来，那你一定是还没见过欧洲的中世纪。1066年，英格兰的王座底下泡着鲜血，整个欧洲大陆的命运就在这一年被人用刀子改写。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让全游都得叫一声前辈的史诗权谋剧《国王与征服者》。顺带一提，饰演男主角威廉的演员正是全游里那个把国王捅穿的弑君者詹姆·兰尼斯特。两个男人，两副烂牌。故事的两位男主角，一位是英格兰头号大冤种威塞克斯的哈罗德，另一位是海峡对岸的顶级卷王诺曼底的私生子威廉。这两人开局拿的都是地狱级天崩剧本，没有背景可以躺平，没有贵人送温暖，有的只是四面八方扑来的算计、背刺和随时可能要命的陷阱。但是就这两副烂牌，两人终于打出了改变整个欧洲历史的一局精彩对决。镜头拉到英格兰，表面上北境诺森布里亚，中部麦西亚，南方威塞克斯三大伯爵领地握手言和，白纸黑字签了和平条约，一起把忏悔者爱德华推上了王座，歌舞升平，君臣相得，仿佛来到了中世纪的太平盛世。但你我都知道，越寂静的水面下潜藏的东西越危险，越恐怖。此时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即将迎来他筹谋已久的重要时刻。这位老伯爵不是那种冲锋陷阵嗷嗷叫的武将，他是融权谋大师和政治操盘手为一身的老狐狸。支持爱德华登基，那是他的棋；把女儿伊迪丝嫁给国王，那也是他的棋。他的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只要女儿生下嫡长子，整个英格兰都将是威塞克斯家的。威塞克斯家族当然有着实力鸠占鹊巢，他掌握着英格兰最富庶的地区，只是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软弱的爱德华就是最好的垫脚石。为了这一天，他甘愿戴上忠诚老臣的面具，扮演国王最听话的看门狗，反正那不过是暂时的伪装。三个儿子，三种人生，老爹在下一盘大棋，三个儿子各自精彩。二儿子哈罗德是个实干的狠人，他在边境巡视，踩着一地的尸骸走过去，目光锐利地盯住了地上散落的武器。新铸的剑不是本地的知识，是麦西亚人的。他心里当下一沉，所谓的三方和平就是一张废纸，有人早就撕毁了。大儿子斯温正忙着祸害良家妇女，这位仁兄满脑子都是出夜权，也就是中世纪那个臭名昭著的恶俗。领主有权在新婚当晚占有新娘，斯温不光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特权，他甚至觉得人家新娘也一定很享受。最小的儿子是两个哥哥的跟屁虫，全程腼腆小透明，插不上话。哈罗德拿着物证去找老爹，戈德温却摆摆手，一脸不以为然。死几个平民在他眼里不过是强盗闹事，不值得大动干戈，还顺手把哈罗德训了一顿，让他不要大惊小怪。可他不知道，他蹲在那儿布了那么多年的局，人家的陷阱早就在他脚底下挖好了，仇家正躲在暗处提着刀等他低头。视线跳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诺曼底，威廉公爵正在树林里奋战，他冷酷自信，任何人都会后悔成为他的敌人。威廉的兄弟奥多是个纯粹的滑头，打仗时躲得无影无踪，战后才若无其事的现身。他向哥哥解释道，既然哥哥答应过母亲要关照自己，那自己保命就是在帮哥哥大忙了。这种理由显得那么清新脱俗，连威廉都无法反驳。威廉的妻子玛蒂尔达不顾怀孕在身，匆匆赶到战场追随威廉，这不是鲁莽，这是真爱啊。法王亨利也来了，他迫切地想要见到那个被活捉的叛军首领盖伊，却不想盖伊竟然买通守卫逃跑了。这时英格兰新王爱德华发来邀请函，请表亲威廉参加加冕典礼。法王亨利对此表示反对，他提起威廉的父亲被杀，威廉像丧家之犬般躲避刺客，受尽冷眼的岁月里，那些所谓的英国亲戚全都是袖手旁观，而自己这个帮助他死里逃生，还扶他当上公爵的国王才最可靠。
马蒂尔达坚持认为，与身处海峡对岸的英格兰保持友好关系是身处法国海岸领地的公爵必须要做的事儿。威廉也支持妻子的看法，夫妻俩话里话外保持着与法王亨利的距离。亨利劝阻无效，姗姗离开。临走时，贴心地表示自己会帮忙抓住叛军首领盖伊，也会像保护亲人一样保护诺曼底公爵的领地。可惜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会告诉你，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宿命的第一次相遇，威廉刚踏上英格兰的土地，迎面就撞上一群强盗，刀光剑影，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哈罗德从天而降，手起刀落，把强盗一锅端了。这一幕有点荒诞，这两个日后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宿敌，此刻却是救命恩人和落难公爵的关系。哈罗德杀的这批人本来是为了搜查撕毁条约的证据，强盗钱袋里的铜钱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一切，但哈罗德怎么也想不到，这偶然的一救竟然是给自己未来的霸业埋下了祸根。马蒂尔达真是最温柔的手，最狠的心。诺曼底正在进行一场审讯，主持审讯的是怀着孕的马蒂尔达，对象是刚刚抓回来的叛军首领盖伊。她甚至比丈夫还要冷酷狠绝，面对盖伊提出的赎金方案冷冷一笑，你不给我答案，我就给你最大的痛苦。她一声令下，盖伊的手就和身体分了家，这才叫杀伐果断。盖伊在极度痛苦中崩溃，吐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法王亨利表面上与威廉称兄道弟，实则对威廉的父亲痛下杀手，因为他怕他们威胁自己的王位。盖伊被抓的消息传到了亨利耳朵里，亨利知道纸包不住火，干脆撕破脸，直接下令进攻诺曼底。而此时，威廉正毫不知情地站在英格兰，参加爱德华的加冕典礼。戈德温带着全家赶来参加典礼，满心期待看着女儿戴上王后的皇冠，却不想爱德华的母亲王太后艾玛导演的大戏正式拉开序幕。典礼上，艾玛忽然宣布王后因病缺席，无法加冕。紧接着，艾玛当众点名戈德温，指控他撕毁条约。麦迪亚的年轻领主也站出来当场作证。戈德温一家在所有人面前颜面尽失，老狐狸脸上挂不住，但他没有当场翻脸，他决定不予争辩，带着儿子们悻悻离去。然而这盘棋才刚刚开始，老狐狸的息事宁人并没有换来对方的仁慈，国王的条件比死还残忍。加冕典礼刚结束，戈德温就接到了国王的邀请，这就是一场鸿门宴。戈德温带着3个儿子前往，王太后艾玛给了戈德温家族一个选择，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选择，而是一条死路：上缴一切财产，举家流放，否则领地百姓将遭灭顶之灾。为了保存实力，戈德温咬牙接受了流放。对面是国王和麦西亚联手设下的陷阱，他们有海对岸、诺曼底甚至法国的支持，如果开战不是两败俱伤，就是灭族之灾。戈德温不想冒这个险。王太后艾玛看着认输的戈德温，狠狠地开口：你可以全部拿回去，只是你要将我的埃塞尔活着带回来。全场死寂。戈德温家族每一个人脸色都在这句话落地的瞬间变得惨白。埃塞尔是谁？他是艾玛太后最宝贝的小儿子，爱德华的亲兄弟，一个天生的王者，继承了父亲的凶悍与力量，绝非软柿子。但是这个人早就死了，而且是死在戈德温手上的。哈罗德终于从父亲的口中听到了那个埋藏多年的秘密。戈德温以朋友的名义相邀埃塞尔前往，没想到戈德温亲手挖了他的双眼，并杀死了他。哈罗德追问原因，得到的是一句冰冷的回答：为了家族。这里值得解释一下，戈德温早就想要扶持爱德华上位，因为爱德华性格软弱，方便控制，而他的弟弟埃塞尔呢，凶猛强硬，绝不会乖乖地娶戈德温家的女儿，更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所以障碍就要清除，一个假扮朋友的邀请，一个亲自赴约，然后是黑暗，是鲜血，是永远闭上的双眼。艾玛太后等了多少年，就恨了多少年。现在你明白了，艾玛太后为什么要等那么多年才动手，因为她在等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让戈德温死得彻彻底底，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你杀了我的儿子，我就让你女儿守寡，让你的家族彻底破灭。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布了半辈子的棋局在这一刻土崩瓦解。艾玛太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他们，那道流放令不是终点，是开胃菜。挂在戈德温家族头顶多年的那把剑终于落下来了。戈德温全家正在整理行装，准备开启流放之路。不曾想麦西亚骑兵忽然袭击，他们在艾玛太后的挑唆下，打算对戈德温赶尽杀绝。3个儿子纷纷拔剑抵抗。哈罗德让妻子带着孩子跟母亲先去码头，自己和兄弟们把敌人引走，随后到码头集合。却没想到妻子一转身就骑上马，独自狂奔而去。他想假意投降来拖住敌人。麦西亚人也不傻，在得知他的身份后，直接绑了他，要把他送给艾玛王太后处置。再看威廉这边，法王亨利的大军已经压境，威廉带着马蒂尔达仓皇出逃。就在颠簸的逃亡路上，马蒂尔达生了，是个男孩。威廉看着襁褓里的孩子，脸上没有初为人父的喜悦，有的只是恐惧，因为他太清楚亨利这个人，斩草必须除根，一个男孩就是未来的继承人，就是潜在的复仇者，就是必须掐死在摇篮里的威胁。女孩或许还能活着，男孩不行，亨利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走投无路，威廉只能带着妻儿去投奔岳父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中立主义的艺术又叫冷血。威廉把亨利杀父的事情告诉了鲍德温，满心以为会换来一句我帮你，没想到岳父用一句话堵死了他所有的期待。亨利杀死过很多人的父亲，也杀过很多儿子、母亲、妻子和女儿，数之不尽。弗兰德斯靠中立活到今天，他不打算改变这个选择，这就是中世纪的局外人哲学。我不下场，所以我永远输不了。面对岳父的冷漠，面对法王的追杀，威廉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对一个父亲来说何其艰难，他要把刚出生的儿子送给当地的普通平民家庭抚养，隐姓埋名。他悄悄嘱托身边的人找一个能够收养孩子的家庭。这件事儿马蒂尔达不能知道。然而当他亲手要把孩子递出去时，牢牢的血脉之情让他无法呼吸。最终他留下了儿子，并为儿子起了名字。从这一刻起，这个自小无人庇护，独自从追杀阴谋搏命生存一路走来的私生子，决定拼命也要为儿子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从人到狼的蜕变在这一刻完成了。孤狼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没有软肋，而是把软肋变成最后的坚强。哈罗德来到海岸，却发现妻子丢了。他在泥水里绝望地嘶吼，2个年幼的孩子的哭声让他双腿钉在了地上。追兵已至，他必须做出选择。最终家庭和孩子让他选择暂时放下去寻找妻子的念头。威廉失去了领地，杀父仇人正步步逼近，怀抱刚出生的儿子，眼里尽是狠绝。在这条逃亡的路上，哈罗德回过身盯着弟弟，说出了最狠的一句话：这不是结局好吗？这不是结局，因为这里是英格兰，有人会死，一切都会改变。孤狼最可怕的不是他凶，不是他狠，而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下一集预告：2头孤狼开始反扑。接下来哈罗德将直面曾经背叛他的麦西亚伯爵摩卡。没有兵马，没有后盾，只有一腔怒火和不要命的魄力。他要策反整个英格兰北部的力量。而威廉将利用岳父鲍德温骨子里藏不住的贪婪，亲手设下一个惊天大局，把法王亨利一步一步引进死亡的深渊。权力是火，烧不尽敌人，就会烧死自己。什么叫绝地反击？什么叫嗜血复仇？下期国王与征服者，看这2头中世纪最狠的孤狼如何杀穿整个欧洲的权力场，在黑斯廷斯的战场上迎来那场改写历史的宿命对决。